请问生物最早是怎么现前的？什么原因助使生物肉体的变现呢？基督教耶和华创造人类，那是什么创造耶和华呢？耶和华最初是不是人呢？他是因为福报大而转世到天界的吗？现在科学家对生物的起源呢，总是好像搞不是那么明白。宇宙怎么起来的？生物怎么来的？总感觉到朦朦胧胧提出的这些学说也很多，真正让我们信服的还没有。反过来看佛教，佛讲的真正让人信服。佛怎么说？生物就有情众生，山河大地一切宇宙万物呢，无情众生，有情无情同时生起来的怎么生起来的呢？马明菩萨讲到的一念不绝一念无明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处。这就是讲到宇宙万物的缘起。最初就是那一念无明，无明是动相，本来自性，本不动摇本来无一物，清清净净。可是现在因为有了无明，这一动了，就是起心动念这念头一动，立刻就会现出境界，就好像人做梦一样。梦怎么来的？有做梦的念头，念头变现的梦境，梦境跟念头是同时起来的。念头是能梦，梦的根源，梦的这个起源在念头梦境呢是所梦，能梦所梦是一，梦境在哪儿？就是念头嘛。不是真有什么梦境，它跟念头分不开呢，没有念头就没有梦境。我们宇宙就是这样，一念不绝起念头这一个动连着就把境界相起来了所以生三系，三系相起来。第一个无明业相，无明业相就是动动相是业相，然后紧接着起了见分和相分，无明转向是见分，有情生命的根源。无明的境界相，相分，这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三系相，业相、转向、境界相，三系相出来了。那我们还不觉，不觉这个念头继续生，见到境界相我们的见分遇到相分了，立刻又产生念头。这个念头转转增盛，长六出，就是相越来越粗，越来越重，越来越厚变成我们现在的宇宙万物。实在讲呢，这种生成宇宙这个时间极其快速，刹那之间就形成宇宙万物。就是弥勒菩萨讲的一弹指
320万亿个念头，320万亿个宇宙形成了，生了又灭了，灭了还生，念念相续。所以整个宇宙，包括我们自己，一切生物，肉体也好，肉体是身，我们的心里头的一切的精神活动，色受想行识啊，色是物质，受想行识是精神世界，精神活动，完全都是念头变现。只要你把念头放下了，宇宙里面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面讲的：“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大千世界原来全是梦境，只是你那个妄念念念相续变现的虚幻境界。现在我们看到量子力学家都证明了，刚才我都跟大家汇报了。所以爱因斯坦都曾经说过，这个21世纪的科学发展要仰赖佛教。这个人有见地啊，他认识佛教里有好东西。师父老人家讲啊，佛教不仅是高等哲学，还是高等科学。一点没错。那基督教里面，它也是一个正教它对宇宙人生真相也有一定的描述当然最圆满的还是佛教不过学了佛之后，认识了大乘佛法了，回过头来读圣经不一样，圣经也变成大乘佛法了。前些天这个有位同修带我去这边香港一个私人诊所去检查身体，因为要开一个这个体检报告，去报名要去受戒我从来没有，我是很久了都没有这个去体检过，一切都很正常。那个医生呢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看到我这个形象就开始把话匣子打开了，跟我论辩讲他们基督教怎么样，你们佛教怎么样然后他讲了一大通之后，他问我他学得很深对圣经确实很熟他说这个你看基督教里面讲的整个宇宙有一个创造的主宰，有出生的时候耶和华创造天地万物还有灭的时候讲得非常的清楚。你们佛教怎么讲的宇宙怎么起源的？我就告诉他，宇宙是耶和华创造的。他这一听，你们佛经也这么讲？我说对，佛经也这么讲但是呢我们不用耶和华这个名称，佛教里面呢称为自性也称为法性不是用耶和华这整个宇宙怎么来的？自性变现，跟你耶和华创造是一样的吗？不要执着那个名相的宇宙怎么来的？自性里生了妄念，念头变现，念头生宇宙生，念头灭宇宙灭，不也有生有灭吗？那这个基督徒他就跟我讲，那不是，基督教圣经是讲耶和华，不是讲自性。那我说这个语言用的不一样，实际上讲的一个道理。他说怎么是一个道理？不可能一个道理。那我就问他，
我说中文里面叫耶和华称为神，称为上帝，英文叫 God 啊，那这两个名称也不一样，神和 God 是不同的呀。他说这个语言不同而已，我说这正语言不同，基督教里面讲耶和华，佛教里讲自信啊，完全一样嘛，你干嘛在那里自己在那分别执着呢？所以你拿出一部圣经，那不就是大乘佛法吗？啊，就像蕅益大师当年注解四书，把四书也提升到一乘法，啊，一乘圆教，跟佛法也是无二无别。所以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圆就不会有冲突，不会有对立。佛法无边，跟一切宗教都不会对立，而是把其他宗教都提升。我听说，我是看过这样的一个文字，蕅益大师当年也研究过基督教，也读过圣经，啊，大概那时候圣经已经传到中国来了。蕅益大师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人，哎，基督教清朝初年都已经比较普遍了，啊，康熙都认真的学过这个圣经，所以我相信蕅益大师那个时候应该也读过圣经。很可惜呢，蕅益大师没有留下圣经的注解，要是要留下圣经的注解啊，再一看，他能够把圣经也解释成一乘圆教。所以对立都是自己心量小啊，见地浅，不认识宇宙主宰啊，他也没认识耶和华啊，学佛的人没认识自性，没见性，才会导致的对立冲突。